虽然李长寿也有些想试试自己凭神通能否带着自己诸多底牌的神字指导人单挑普通天仙境中期的炼气师，但是斗法之事绝非儿戏，当斩则斩，速战速决。林中几棵大树树干内，3道刚刚就位的身影缓缓睁眼，各自袖口宝囊中的微型阵盘已经被仙力激活。在李长寿看来，这个被血纹控制的天仙境老道在一般意义上确实已经足够稳重。当看到下方5人在明面上的实力只有2名真仙境的情况下，这老道还是先让彭妖探路。等他们5个人和彭妖同时被迷倒，这老道竟然远远地祭炼起法宝，试探性的补刀，不惜将同伙的彭妖一同灭杀。可惜这老道始终还是没有稳住。如果这个天仙境老道一直在空中，不给李长寿偷袭的机会，那李长寿很可能会被迫无奈现出本体，快些将此人灭杀。可是此人稍微的被勾搭了一下，就从空中下来了，还不知逢临莫入的道理，径直向前追杀。100里之稳毁于一击，1000里之稳失于不细。这个天仙境的血纹傀儡就是又急又不细。林中施展土遁藏在树干中的那3只指道人静待已久，准备随时暴起发难。李长寿的心神飞速运转，近距离控制4只指道人，1逃3伏。临近埋伏圈，这个天仙老道似乎嗅到了危险，目中流露着少许的迟疑。而前方正在林间贴地飞驰的神字1号指道人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浑身的气息更为凌乱，似乎已经无法支撑。这天仙老道果断地追了上来，横空就冲到了埋伏圈的边缘。李长寿却是不慌不忙，决定稳一手，静待最佳时机。且时机不只可以等来，也能去主动创造。比起被动，李长寿更喜欢主动。神字1号指道人向前疾飞数十丈，豁然转身，面露决然之色，端着拂尘冲向这天仙老道，一副要拼命的架势。天仙老道的嘴角挤出少许的冷笑，头顶碧毒宝珠光芒闪耀，他祭出宝印，举起手中的灵宝长剑，劈出一道数10丈长的锋锐剑芒。而李长寿为了速战速决，已经决定小亏一波，跟着天仙老道1换1，用一只神字指道人去换一条天仙的性命，相比较用毒确实是比较亏了。神字1号身形横挪，勉强避开剑光，却对横空而来的宝印不管不顾。眼见宝印即将砸中此敌，这天仙老道的嘴角露出了少许冷笑，身周凭空出现了一片碧绿的波痕。有埋伏！这天仙老道心中微微一惊，却已经无法做出任何应对，被一片碧波卷住身形。这老道的元神被大阵所束缚，仙躯完全无法动弹。困阵，避水困牢，机不可失。微型阵基灵力本就不多，相隔100丈，又有2只法器阵盘被送出树干，其上吸附的微型阵基立刻飞散，瞬息之间已经不成阵势。3阵重叠，但是互相并未干扰。这种短时间之内只能用1次，且每用1次就需要细微调整上百次的小型杀阵，被李长寿直接祭出了2只。只见林中寒光闪烁，数不清的刀芒激射，尽数斩在了老道身上。又有一滩漆黑的淤泥诡异地出现在老道脚下，老道头顶的绿色宝珠宝光大作，这天仙老道麻木的面容露出了几分黄急，浑身仙力勉强涌出，想要凭此来抵御周遭的攻势。但是仅仅是第1道杀阵已经让老道重伤了，老道的仙力屏障与身上的法宝法衣支撑不足1个呼吸，就被乱斩的寒芒扯碎。一时间血光乱溅，
寒光爆发之后，老道浑身上下满是伤痕，气息奄奄，已然重伤。突然间，一抹晦色的道韵自这老道眉心涌出，迅速朝着他浑身扩散。老道的那双眼眸顿时变得阴冷且狠毒。李长寿立刻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心底也是一惊。啊，文道人，哼，8成是了。不过这般情况，此前也并非没有考虑到。李长寿丝毫不乱，继续按步骤走。3只指道人直接从树干中钻出，趁着困阵尚能维持，迅速扑向已经重伤的天仙老道。哪怕你是大罗金仙，就算你是洪荒狠人，此时此地如果只有一缕神念，只要杀了这老道，你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一瞬，地下深处正昏睡的蓝灵娥发上的珠钗轻轻闪烁宝光，其内仿佛有什么东西要冲出来。这珠钗是李长寿2个月前亲手炼制的简单法宝，送给灵娥后便很得灵娥喜欢，灵娥睡觉都不愿取下。林中3阵重叠之处，那天仙老道身上的道韵越发明显，浑身涌出一丝丝散发着强悍威压的血光。但是一只染血的手掌从侧旁袭来，掌心的血色皱纹光芒大作，直接掠过了老道头顶，拍在了那只碧毒宝珠上。碧毒宝珠被砸飞出去，失去这宝珠庇护，下方的黑水立刻发威，转瞬融了老道的双足和小腿。此时远在犀牛贺州正在床榻上侧躺的文静道人眉头轻轻一皱，正如李长寿所预料，他此时离着太远，只是降下一缕神念。我竟败了。不等文静道人收回神念，那3道面容身形各异的身影已经冲到这老道身中，呈品字站位。他们动作整齐划一，右手并起指剑抵在左手腕处，左掌前推，在3只手掌的掌心都有一枚如同火焰一般的皱纹，这3枚皱纹被同时点燃。3昧真言，火力全开，这老道身形立刻被火焰吞没，本已经重伤的天仙境老道瞬间被烧得不成人形。李长寿突然心中一动，天仙老道正面那形貌是个中年道者的指道人开口了：哼，管你是何方妖魔，今日都要被本座诛除。言罢，3只指道人浑身的仙力尽皆化作3昧真言，对着老道疯狂输送。因为文道人神念降临，李长寿省去了一切步骤，3昧真言硬生生地将这天仙境老道的元神烧融，身躯化灰，将其中的那一缕血气瞬间蒸干。总算那股让李长寿胆战心惊的道韵渐渐地消失不见了。黑暗中，李长寿呼了一口气，却是不敢大意，立刻做后续的扬灰超度之事。刚才他说的这句话并非是随意说说，管你是何方妖魔，是在暗示文道人我不知你根脚，又故意说本座2字，就是在故布迷障。李长寿也不知道自己说这句话有没有效果，但自己说了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强。看着林间飘飞的少许灰烬，李长寿一时间也有些无奈。哎呀，这什么事啊？我刚渡劫这才几年啊，竟然就跟洪荒凶兽文道人通过傀儡和纸人间接打了一个照面。哼，洪荒果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凶险。地底深处，那只碧玉簪子也轻轻晃了一下，在灵和乌发中插得更稳固了一些。本女王大人的神念亲自降临，什么都没能做，就直接被烧成灰了。本座会是谁？犀牛贺州灵山附近的某处洞府，床榻上侧躺的文静道人
突然睁开双眼，面色有些烦躁，抬手摆了摆：“滚！”一旁跪着的2名侍女气都不敢喘，连忙起身低头退走。文静道人纱裙滑动，立刻盘坐起来，心底泛起了层层波澜。此人是谁？片刻前我还在欣赏渡仙门的这场千仙乱战。当文静道人发现自己召集的傀儡已经十分乏力，自然有些不满。原本应该是稳稳压制渡仙门的傀儡，莫名其妙就要被反灭了，甚至这场算计下来，只能给渡仙门造成了一些死伤，都无法动摇他们的根本。他虽然有些不满，但却也并不太在意，总归就是一场没费什么功夫的小算计。正面战场快败了，文静道人也就没了继续看下去的念头。他心中一动，想看看自己派去杀渡仙门弟子的天仙，此时是否已经是杀光了那些弟子。所以文静道人就把心神挪去了老道处。他的视线刚过去，就看到这天仙老道被困阵困住，被沙阵轰击，那岂是一个惨字了得。我这次找的傀儡怎么都这么不中用？一气之下，文静道人才决定控制老道，亲自动手。结果呢，还没来得及发威，刚入住这只傀儡的心神就被那3个真仙境的道人直接烧成了灰烬。不对，那似乎不是真正的生灵，莫非是某种神通造化？那背后之人说不得也是个高人。文静道人眼前不自觉地开始浮现出那只火焰纹路，这是神念带回来的画面，一时间也按压不下去。这人到底是谁？莫非是与本女王一般，是借傀儡在谋划人教？文静道人心底冷哼了一声，强行将那些画面抹掉，嘴角又露出了少许迷人的微笑。这个渡仙门倒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咦，就是你？忽然间，文静道人眉头一皱，他心底竟然有了一个男人的嗓音，诡异的响起。就听这人说了一句：“竟然有人遮蔽了你的天机，怪不得算了半路也算不出你是谁。”谁在说话？文静道人身躯一颤，双手立刻掐动宝印，浑身上下血光涌动，将那嗓音直接掐灭。但他来不及推算发生了何事，眼前又有些恍惚，一股玄妙至极的道韵在他身周环绕。这一瞬，文静道人突然感知到了自己已经漫长岁月没有出现过的情绪——怕，那种来自于元神深处最纯粹的惧怕。恍恍惚惚，文静道人仿佛看到了一片迷雾，但是与此同时，一道水帘出现在他身前，将他的身形遮挡起来。他知道这是大道异象显化，这水帘就是为他遮蔽天机的圣人之术。而这迷雾，文静道人竟然完全看不透。水帘之外，迷雾之中，有道被水帘扭曲的轮廓正漫步而来。文静道人隐隐得见，这人抬着左掌，掌心似乎有2道淡淡的黑白气息，这2团气息互相追逐，无尽无止，蕴含了玄妙之力。文静道人又听到了那个嗓音，对方一直带着少许笑意。借了老师太极图的少许威能，竟然还算不出你是谁，看来你应是圣人门下。隔着水帘，这道人的身形不断的扭曲晃动，但是文静道人心底却是一片凉意。他此时竟然被某种道韵锁定了，完全挣不脱这般幻境。就听这人温声说道：“贫道玄都，太清道德天尊教下大弟子，道友平白无故要害我人教道成，用心险恶，手段卑劣。但这次看在你背后这位圣人老爷的面皮上，贫道暂且不动你。若你日后再来犯我人教，哪怕只是这家不起眼的渡仙门，
你背后的那位师叔不一定护得住你。言罢，水帘外的人影轻笑了一声，与周遭迷雾一同缓缓消散。文静道人眼前一晃，瞬间看到自己洞府内的情形。他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感受着自己的大道，他们都在止不住的乱颤。渡仙门西北方向，万里之外，正站在云上闭目凝神的玄都缓缓睁开双眼。大师兄，怎么样了？果然是背后有人算计。刚才发现这缕道韵，我便循着追了上去，但有圣人出手为此人遮蔽了天机，我也只能靠太极图的威能勉强吓一吓这家伙。云上，玄都简单的解释了两句，旁边的老道顿时皱眉轻叹。比起玄都这有些随意的打扮，平和的气质，这老道身上的道袍、道箍、道靴以及手中抓着的拂尘都十分讲究，反而更有世外高人的风范。然而这位老道对玄都无比客气，说话时嘴角含笑，身体也会微微前倾。这老道又问：大师兄，您看这接下来该如何处置啊？道兄先去渡仙门那边平定祸事吧。玄都笑道：你再过去晚点，说不定他们就平定了外敌，没你这个开山祖师什么事儿了。待道兄安排好渡仙门事宜，记得将那几个金鳌岛炼气士的尸身带上，回来此地。咱们稍后还要再去金鳌岛走一趟。尸身，这次还要劳烦大师兄如此辛劳，当真是贫道太过大意了。玄都摆摆手，催促道：小事小事，道兄快过去吧。既然开了这一派，就有了因果，日后总归要多上点心才是。谨遵大师兄教诲。这老道也就是昆仑山渡恶真人，对玄都又行了一礼。他也不敢多耽误，立刻催起乾坤术法，身形迅速消失不见。